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服役以及即将服役的各种高超音速武器，显然日本和美国有点着急。那么要想对付高超音速武器的话，我们想知道日本和美国到底怎么解决预警这个前提。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传媒大学的王教授，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啊。就是日本、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预警和拦截方面目前有什么进展？看看他们到底有戏还是没戏。好的，高超音速武器跟传统的弹道导弹武器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武器是在大气层里面飞的，所以它的高度比较低。而传统的弹道导弹呢，由于飞行高度像洲际导弹可以飞到几千公里高，所以地面的雷达可以绕过地球的这个曲率的影响，可以直接看到。而如果只是大气层里飞的话，就是几万米高，这么高的一个距离的话呢，由于地球是圆的，而地面雷达是很难在远距离跟踪这么高的一个物体的。那咱们可以算一下啊，比如说一个典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弹道飞行高度是多少米？典型的大概就是3万到6万米之间。3万到6万的话，那我们结合一下一个地球的曲率公式。假如我的雷达是放在地面，对一个3万到6万米的这个高度目标，它的探测距离应该能到多少？如果是3万到6万米之间的话，应该是在几千公里的范围内。几千公里，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几千公里的这个预警的半径来讲，是不是按说应该够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俄罗斯的很多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其实没有那么远。这个几千公里的预警范围，可以说是在地面雷达强大的跟踪能力下，首先要预测导弹是在哪儿发射的，而这个发射的地点如果跟雷达之间是正好在一条预警方向上，那才是达到这么远的距离。那如果是偏了一些距离，这个距离就会大大缩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高超音速武器的话，它在空中的高度也是上下变化的，那么雷达跟踪它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地面杂波的一个干扰的问题。你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发射点可能会比较多变，所以跟踪上光靠原来的这个陆基的雷达好像不太够用了，是吧？是的。那么怎么提高对于这种在大气层中飞的速度很快，而且还可以变轨的这个飞行器呢？那么就只能是把观测的东西放到天上，这样根据地球曲率的这个通式公式，它的预警范围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那我听你这意思，好像这个探测呀，好像还不仅仅是为战区掩护使用的。好像更多考虑是战略层面，甚至是对洲际弹道导弹使用高超音速弹头考虑的。是的，因为如果是射程几百公里或者上千公里的这个弹道导弹，就算它使用了这个高超音速弹头，你比如锆石，也没有必要担心这些问题。是的，但真要是弹道导弹的射程超过了几千、近万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让美国、日本特别焦虑一点。是的，但是有问题啊，日本好像本来它不应该担心洲际导弹的问题。是。日本是不应该担心，但是日本是为什么他现在要这么焦虑呢？是因为是日美之间有一个是安保条约的，日本是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下，所以日本是有义务给美国提供前期预警，而在日本这种前期预警的情况下，美国才有更高的把握来击落，远距离来袭的这个导弹。能做到击落吗？即使发现的话？目前不行。那他就目前，因为我们知道高超音速武器在3万到6万之间嘛。现在美国的这个几种主要的导弹，标准3是可以打到6万以上。那个标准6是可以打到3万以下。正好中间这一段距离就空出来了。反正美国目前弹无非就是高不成或者是低不就呗。是的。所以美国现在呢也在发展一种叫 GPI 的导弹，就专门针对这个高度的区域的那个防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作用。但是想打下高超音速武器，最主要的还是要怎么跟踪它。这有一个大难点，就是我们说的高超音速武器要想去拦截它的话，它在不断的变轨，所以拦截的窗口也是在不断的变的。那么 GPI 怎么去适应这么多变的窗口的问题？首先是发现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弹道导弹，如果是美国是靠了几颗卫星就可以跟踪全球的弹道导弹的发射，那是靠红外预警吧？对，是靠红外预警。那么它那个弹道导弹升空之后，它只要跟踪一小段距离，那通过这个抛物线的计算公式，就可以基本上计算出来这个导弹是飞向哪儿。如果我们发射拦截导弹的话，弹道会在哪里交汇，这个窗口基本能出来。对，它就可以预测出来了。但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法预测它的弹道。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全程跟踪。
就是通过连续测绘来连续跟踪是的弹道这个拦截窗口的可能的变化。是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过去老的方式，弹道单一起飞，那我基本算出这个位置是拦截点。但是如果是高超音速的话，刚起飞这一点我还能知道是在哪儿。一旦弹头出来了，就是进入到了不管是水漂也好，还是这个巡航也好，是的，这个窗口就来回乱飘。是的，那我就要对窗口的来回飘的这种程度进行一个随时的判断。是的，那这个判断能不能够来得及？因为说我就是发射 GPI 之后，这个窗口可以是抖动漂移的，我能不能跟得上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呢，就是美国这个 GPI 导弹的那个型号特征是比较保密的，是由美国导弹防御局来发展这个型号。本来是从今年开始刚开始研制，然后预计到2030年之后，也就是他说的是30年代是研制成功。然后是上个月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高官呢又吹风说，由于形势的紧迫，这个型号的服役要大大提前。但是这个导弹目前还是比较保密的。那反正我听你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必须它机制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弹道必须进行一个非常高度密集这个连续的刷新。我必须要随时的掌握着弹道的变化，是的，稍微向左偏一点，我拦截窗口向左很大一块的偏转去了，是的，所以保持。那么他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对弹道的连续观察？按照美国和日本的计划，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日本，日本是想用一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然后在空中呢摆出一个红外监测的一个阵列，然后呢。那个在高空可以对远距离的这种红外目标呢进行远距离的一个跟踪，而且通过多点定位可以对它进行测距。由于高超音速武器在大气中进行那个滑翔，它是有剧烈摩擦的，所以温度比较高。对，那个红外特征根本红外特征是隐身不了的，所以是用红外跟踪可能是比用雷达跟踪可能更有效。而且那地方没有任何这个云层干扰问题嘛？对，在高空没有云层，所以日本呢就是打算用一个无人机阵列在空中来对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随时的跟踪，那还挺费的。就平时这个老得保持这个无人机天上有值班的。但现在无人机其实值班时间也挺长的，那个在天上一飘就飘好几天也可以啊。这个我知道，就是说它必须用大型的长航时无人机，是的。然后呢，可能一上去之后就几十个上百小时的这种无人机，然后是啊，日本现在是打算用 MQ9，就死神的无人机。那个其实时间也不算特别长。是。所以现在它必须得用很多这个飞机来进行轮换的这个替代。你有没有数据？它这个矩阵得有多少规模？目前日本是引进了3架，就3架。所以说日本这个计划是听起来很好，但是实际做起来的话，这个囊中羞涩。这矩阵怎么得4个才叫一个矩啊？这个。但实际上只要2架就可以定位了，那3角定位法啊，但是那个定位精度呢，当然是越多越好。好吧，它这个就是用矩阵的，听着很好听一点，其实就是3角定位，就是一个测距基线就完事儿了。那美国呢？美国这个计划就比较庞大了。美国打算是用卫星来搞，还是卫星？但是以前美国是用同步轨道上的一个大型红外监测卫星来监测火箭发射火焰的这个热量。但现在这个卫星呢，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弹头的这个跟踪啊，它的那个跟踪灵敏度并不够。对，因为那个大气摩擦产生的温度肯定是比这个发射的这个火焰温度低得多的，火焰特征不够明显。对，它那个在它的判决门线之下，所以它跟踪不到。那么美国现在是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美国受到了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启发，他不是搞了一个星链卫星嘛？在天上发射了几千颗小卫星，然后呢？这个小卫星呢，可以接地的跟踪，可以保证地球上某一个点随时可以接收到 WiFi 信号。但现在美国发现这个东西也可以用于军用。那得按这个计划，如果说在周边敏感地区它都能够保持监控的话，它这一个监控的卫星也算星链吧，就算是它得多少呀？美国目前打算是发射1000多颗，1000多颗卫星，对，就为了保持在某个地区能够预警到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当然了，不只是预警的高超音速武器了，因为它是在近地轨道，所以它看地面看的是很清楚的。它不只是监测空中，还可以监测地下。地下怎么监测？靠什么？红外。一个卫星上会有一个中市场的一个探测器，一个窄市场探测器。中市场呢用于大范围搜索，窄市场用于精确的跟踪。那这个红外的辐射，尤其到了地面以下呀，就是这个红外的辐射受到各种植被啊、泥土的影响，是的，那个就不是很容易探测到的，是的，就是温差其实会非常小的，是的，不好弄。反正就说不管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按照你的说法，他们要花一个非常庞大的代价，尤其是美国那个代价可能是非常庞大的。是的。然后做出的结果，他告诉我是我能够连续跟踪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弹道，但我可能拦不住
目前是这样的。所以美国这个 GPI 导弹什么时候出来，我们还不好说。而它拦截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原理呢，无非就是用超远的射程，然后超强的这种机动性，然后来可以随时跟上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机动。那肯定是这个思路，但是它这个导弹得造得多强，才能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我们还拭目以待。当然了，美国还有第二套非备份方案。那就是说，虽然中间这一过程我们跟踪上了，但是我们打不掉。但是你的导弹总是要飞向我的关键目标吧？对。那么我在关键目标上周围搞近距离拦截，那还是可以的。比如说美国就在这套系统下呢，就是用标准6来打算用标准6来做近距离的这个拦截最后的末端弹道。对，末端弹道，末端是相对平直的。对，好吧，基本上给我们一个感觉还算是清楚了，就是美国和日本打算花很大一笔银子在天上布满了眼睛，最后看着一个导弹飘飘悠悠朝自己飞过来的时候，只有2个办法，要么近距离拦截一下，要么赶紧打包找地方躲躲去。好，关于这个美国和日本针对高超音速武器要怎么去发展他们的预警系统呢？今天王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